我老头子也填上，一点声音不能出，做好伪装。天亮之前，阵地就位，把这个王八壳轰开。是。 是。爷爷，咱们回帐篷，这儿不是瓦剌大营，鞑靼人胆子小的像个兔子。兔子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最爱的孙子，今天早上被射死了。你这个混血的杂种不撤兵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了。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杀马了。雨欣，收了头，我们走。 大炮阵地前移了，空军各部没有命令，不许出战。这个位置不能让他们攻破了。这个又不成，你看，是走了这儿了啊！上的这儿有这里看，路上这怎么办？不上，到时候怎么办？士兵怎么办？吃什么喝什么？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是吗？皇上，瓦剌军往山上退，拒不出战。 3000营出动，趁他病要他命。任务军营侧营、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，斩断他的首尾。是。3000营出动，5军营侧营、神机营和弓弩营居中掩护。 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红夷大炮阵地再向前1000步。不可！皇上，大炮阵地白天不能轻动，敌所据我皆在此。红夷大炮是我军进退的屏障，一旦轻动，敌人的伏兵即出。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伏兵？红夷大炮阵地
前进1000步，炮轰敌营。皇上，马哈木熟知我军，一旦发现，那就让他以卵击石。是。让汉王的军队击破鞑靼，红衣大炮军队前进1000步。爷爷，快走吧！不要管我，带着那100人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，快走！我不走，就战死的意思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对手太狠毒了，我们的士气被打垮了，我们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爷爷，快逃吧！给瓦剌保留血脉！快走！爷爷！把我的马牵来！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将军，明军前移，红衣大炮的阵地动了。现在明军大营的阵脚松动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摘下弓箭，跟着我往前冲。要是你冲着冲着，发现回姥姥家了，那他娘的你就死了！冲啊！前面就是驻地的大营，有胆量的，过去跟我闯一闯！明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明军威武！皇上威武！明军威武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3001主将，兵营指挥使朱高煦，请皇上示。先看3000营，
遵旨。明公。 鸣金威武！将军威武！鸣金威武！鸣金威武！征战20年，奔袭万里。今天我们就要会战敌军的主力了。我要你们和我一起马踏连营。 我要你们和我一起血战沙场，让我们子孙永不再受战乱之苦。不破敌军，誓不回转；不破敌军。 誓不回转。
神机营已经展开，弓弩营待命。这样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里，报抄过去。报！好，三千营左右两翼，骑兵进出。报！我军出战得手，遏制敌军攻势。长矛兵向前1000步。有令，长矛兵向前1000步。长矛兵向前1000步。你的瓦剌朋友呢？击破鞑靼部，就在此时。是。老天也跟我作对吧？皇上，回大营休息吧，风太大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滚！先撤兵吧，风太大了。胡说！你怕死，我上！报！左翼骑兵回防！报！右翼骑兵回防！什么回防？就是他娘撤退！爷爷，让长毛兵撤回来吧。左右两翼骑兵都回防了，长毛兵很容易被他们吃掉。撤回来死得更快。你们去，监斩两翼骑兵的主将，退后一步者死。是。
两位皇帝已经走了，这个局可以散了。上一局扯平了，我们再来过。局已经散了，没有比的必要。我们的局才刚刚开始，你可以认输。放心，努尔干都斯那些人，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如果救不出来，我自裁谢你。可是你要尽快的离开京城，有多远走多远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孙姑娘不值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准备，烈火！皇上，让先锋部队撤回来吧，这么打下去，会耗死人的。怕死吗？太孙在先锋部队里，只有战死的朱家人没有逃回来的。五军营压上。
吴军营，重点压杀！多好的凳子，精铁的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瓦剌的兵全是木头的，要是换成铁凳子，骑射有力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再来几套马具，把肚甲扎紧。哎，御酒你喝过吗？没有。你不是状元吗？快！你才状元呢！一说话就急，2两酒啊，还不够一口喝的呢。哎，走吧，走。
这是你输了的代价。他又不是个物件，如何用来赌来赌去的？我若是赢了呢？我任由你杀。哼，不过我在这山脚下埋伏了500弓弩兵。我若是死了，你们都会被射成刺猬。哼，这还真是一个赌局啊！既不能输，又不能赢。是你。我说过，再见你，我会杀了你。我知道。你离狗皇帝那么近，为什么不一剑把他给杀了？你不要跟我讲情义。你刚才用箭射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你还是护着狗皇帝。这不是在宫里，我们也不在狱中，你不要找借口骗我。你是不是很后悔？应该远远地把我射死，提着我的人头去报功。你笑什么？我们以前不怕死，那是骄傲。可是现在，我很怕。我刚刚知道怕的。我怎么没有一箭射死你？杀一个人容易，要救人就难了。我做的事你不会懂。你还真以为他们会答应你的承诺吗？快，这边！快！
你们永远做不到。聂星，你们只会白白的被骗。你看着吧。聂星，我留你一条命，让你看看谁是对的。聂星，你去哪儿？你记住，你欠我一条命。聂星，锦衣卫他们会抓着你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快追！我本来就不是英雄，我是刺客。打够了吗，太孙？没有。这一场赌局本来就不该有，我何必要跟你纠缠？都听好了，太孙要是想报复，不可阻拦，这是命令。我要杀了你，他会恨我一辈子。我没那么蠢。既然不蠢，何不一起下山？你与我生来不是一路人，要滚自己滚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他跟我在一起，得其所在。你身份金贵，何必要纠缠我？跟你说实话吧，孙若微此生，算是让我给粘上了。你要是强留他，那就是杀他。太孙，大事当前，请你自重。告辞。你也上来看看，快来，快来！有什么好看的？朱家的军队来来回回，就是那么点战法。这种骑兵战术在兵书里是有的。你竟然懂得战法？书上得来始觉浅，亲眼看见了才知道。当朝皇帝用这种骑兵战术大破阿鲁台，百战百胜。你知道个屁呀！他们输了，那是因为阿鲁台太笨了。你早晚会看到，他们。
杨大人，我爹干嘛非得挑今天惹爷爷发脾气啊？户部当真没钱了？往年户部是年年难过年年过，今年迁都、大婚、出征，赶一块儿，太子也是2、3天没睡，账断不过来呀。迁都可以晚一点嘛，永乐大典也可以停一停嘛。这话你太年轻，你不要讲。我明天去上折子，我来说。现在是非常时刻，你万万不可触怒皇上。保住太孙的位置，就是保护了太子爷，这话你要记在心里。今天你也看见了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想让皇上偃旗息鼓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哎呀，兵部官员们也讨论了，对这次出征前景堪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次出征敌人到底是谁？是鞑靼，是瓦剌，还是兀良哈？连这个都闹不清楚，大军倾城而出，岂不危险？皇上想一举全部打垮，坐收100年之功，危哉呀！危哉！把吊着那2个人给我放下来。是。皇上圣功金安。行了行了，把你再扶起来。吉京凤遇上慢郎中，这马又不是你儿子，把眼倒这么细干嘛？别人觉都不够睡，你偏偏搅得我半夜起来干活。这些都是最好的战马，言不细，明天冲锋的时候，脚力不足。你还挺来劲。依我看，这个战法，到不了年尾，就可以班师了。是吗？哼！管你有千军万马，大炮一轰，火铳、排子枪扫过去，就算天兵天将也扫成马蜂窝了。
太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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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孙。让骑兵去后方。崔自重，老大猪脑子，在这时候不往上上。叫三进营明天备战，左右两翼分开，30里外扎营，以免被合围。是是。那小子呢？谁呀？太孙。啊，他受了点轻伤，在他自己帐篷。爹，先吃口饭吧。 下辈子，我让你亲手杀了我。上哪儿了？啊？有剑，碍事吗？还能握刀。别的地方呢？ 是他替我挡了一枪，要不然躺在这儿的人就是我。爷爷，算了，回中军大营伺候吧，别在先锋营了。爷爷，下雪了，下雪了。 爷爷，不妨事，一直在晕。不妨事，不要对别人讲。知道了。 回中军大营，别再说退兵的事了。爷爷不会输的。 太子请脉，结果如何？请详情告知。太子阳亢阴虚，气血亏欠的厉害，他本就有消渴症。最近日夜颠倒，我一搭手就知道了。 你看，就是神仙来了，也很难给他调回来。莫先生，你就是本朝的老神仙，太医院以你为首，太子千万不能倒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国家在战争，600里加急军报，不分昼夜，到了就要看，就要商议，军报不能过夜。太子身体亏欠，我们也知道。 但是我们也不敢担延误军机的责任呐。莫先生，我们3人呢是临危受命，这打仗打的是什么？就是打后勤，打补给。皇上不在，储君就是最高的官员，一定不能让太子爷有什么闪失啊！这里面的厉害我也知道，
我给太子瞧病也不是1年2年了。哎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药食能调理的，身体实则油尽灯枯。若是保养精神，还能再延些时日；若还是这般夙夜忧虑，大事就在眼前。哦，莫先生，这份脉案，请给我留下。不可，太医院给皇族近亲开的脉案药方，要第一时间呈给皇上。你们要用，自行抄写便是。我们代呈吧。这那边的雨下得也邪性，既然这么紧急，放在军报里呈给皇上也是一样。这不太好吧？我们3人还负着监国的责任，耽误不了。啊？请。我就一句话，尽一切力量调节太子的身体。可脉案药方，绝对不可以泄露外人。太子妃那里我们转告，这是国家大事，非同寻常啊！吃菜吃菜啊！哎，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哎，为了太子健康，皇上打赢，我们喝一杯。你要是馋酒啊，你自己喝，别找出那么一大堆的借口来。2位。我想惹个大祸，你们要是不愿意扛，我就自己来。这份脉案，我先不给皇上记了。我讲2个道理，眼下的战事，不要再给皇上添乱，知道了也无益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汉王和赵王是皇上的左右手，参与军机，递到御前的一切文书，他们都能看到。要是太子身体有变，难保不起觊觎之心。眼下的战事正焦灼着。万一2人分兵，回京城争皇位，陷皇上于孤掌难鸣，那可是大厦将倾的局面。究其根本，这小小的一张纸，是罪魁祸首。你我3人，就是赵氏的根源。你们说，我这番话说的对也不对？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是你自己推断的。要我说，皇上阵前易主可能性会更大，他会立汉王为储君。依皇上好勇斗狠的性子，他不会让汉王、赵王离他而去，更不会把位子立即传给太孙。那岂不是又复制了一遍靖难之役吗？你这是乱政呀，世奇！你们觉得汉王要是做了皇上，会怎么样？也算是个英武有为的皇帝吧。不过好大喜功了一点儿。汉王的孩子里，可有一个比得上太孙英武吗？那自然没有。好圣孙这3个字，那是皇上点了头的。我觉得，从公，大明朝再看他50年，
非太子太孙不可。这件事情，我跟你走。哎，杨大人，公司，咱们关起门来说话。你我三人都是铁杆的太子党，不管是汉王还是赵王，谁上来当皇帝，大家就都等着流放抄家吧。将来历史上要记我们3个人乱政。世极从权，我不是赵高，皇太孙呢，也不是秦二世。我们都别婆婆妈妈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留守京城的3营，我把亲近汉王和赵王的部队调出去，和山东的被倭兵换防。被倭军的将军是太子爷一手提上来的。到了用他们的时候了。封锁9城，封锁山海关、晋阳、大同、宣化3城，不得胜之。匹马不能入关。你坐好了，吃药了啊。吃完了药啊，就躺着，哪儿都别去了。今儿这天没你还塌了。杨士奇他们呢？不是说有紧急军情吗？被我骂走了。让兵部的人在书房伺候吧，我真是走不动了。我看你敢。太医说了，你就得静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儿子在人家手里头，误了事还了得呀！你要是舍得了儿子，我就歇着。太子爷，600里加急军报。陈继营，把大炮推回去！快！我要收好！快快！后面的雨更大。快点！快！我要收好！太子爷，太子，坐，坐。
过了8月，草原那边就该冷了。我记得上次中秋节，那边已经下了大雪了。不能让皇上再顶着了。是，可眼下皇上已经分了兵，看来还是要往前打呀。我们都看出来了，也是如此。眼下最好的计划，莫过于分兵后，皇上能率主力缓缓后退，有汉王和赵王3000营，救援也快，战斗力也好，鞑部应该不为己甚。要是再继续前进，后边的事儿可就不好判断了。未必然吧？我爹的脾气，我是知道的。他的性子太坚韧，太要强了。太子爷，军报啊，放着吧。现在想让他退，难呐。这，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啊？我们再增兵。对，再增兵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天气不和，是士气军心不振，不是兵力不够。再上多少兵，也斗不过老天。靖难那年，皇上带兵打到济南，准备从运河走水路，直扑南京。大军上了船，可谁想到，一连10几日啊，一丝风都没有，船在水上只能靠人划，一天也就走个5、6里。可是皇上呢，谁的劝都不听。他说了，且走且有风，若是不走，一世也无风。你们看看他固执到什么份上。京城的军队换防了。谁把山东的被倭兵调过来了？我在等。太子爷，我是怕前线消息泄露，军心不稳呐。山海关、晋阳、大同、北京4地同时换防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向上报吗？别人会怎么想？要关起门来做皇上？摸摸你们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？赶紧回去，跟家里人告个别吧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天下不能乱呐！您现在身体欠安，前方战事不明，万一汉王和赵王起了觊觎之心，转眼就是一场大乱。要将来皇上平安返京，我3人自裁谢罪。太子爷，你是主谋。是。
难道说前方的战况就真的糟到这个地步了吗？皇上，只进不知退，天公又不作美。我们是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万一皇上兵败，发生了不可言的大事，汉王赵王兴兵入关，再来一场靖难，北京城可以朝发夕至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大好的局面又要一团糟啊！太子爷，四弟同时换防的消息有没有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？按照皇上的脾气，非马上回来看个究竟不可。太子爷，我掌管前线军报一事，消息绝无可能传出去。老二经营了那么多年，老三又是搞密报的出身，他们能够没有消息的来源吗？我不信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！你们回去吧，我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。你才懂个屁呢！一过三峡口，两山之间就成夹道之势，中间的通道仅能容下一骑，大炮跟车辆进去容易，出来难。鞑靼跟瓦剌在山上布了3万兵力，可以以一敌百，所以这条路根本行不通。小子，你跟谁说话呢？跟谁啊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个屁。只要过了三峡口，就到了老三说的鞑靼大营了。这2座山一定要拿下来。我要绕道走的话，这场仗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。啊，9月份天降大雪，那时候行军可就没那么方便了。爹，我和老三各分兵10万，用骑兵挑衅，诱他主力出来，再用大炮和火铳阻拦他骑兵的速度。这儿口窄不怕，我和老二的左右两翼上了山之后，居高临下的更有优势。你有何高见？你们要自导死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出门打仗，哪个不是自导死地？啊，三叔，之前有人口口声声说这场仗6月份就能打完，现在已经8月份了，整个战争的进程还未过半，这狂话是谁说的？我说的。说呀，继续说呀！我就是想知道，为何我军的推进速度如此之慢？今年降雨早，赫鲁伦河发水，我们的骑兵和大炮施展不开。没有大炮，没有火铳，就打不了仗了吗？这是明军的战法，战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再说了，战法应该根据局势而定。我军的骑兵施展不开，他们的骑兵也施展不开，为何吃亏的总是我们？小子，打仗这事儿哪有这么容易的呀？啊，现在就是得苦战，熬下去。这不叫苦战，这叫蠢。
呼兰、呼石温这一战，我左右2翼大军没有占到一点便宜，大大的3万军队从容撤走，我们不过是占了一座空营。还有，4月12日、4月19日，我大军紧追不舍，在沃南河畔连输2场，两军相持不下足足4个月，我军一步未进。我后方补给将阿鲁台搅和得一个乱七八糟，没有补给，我军将士小伤致残，你还不是皇帝呢！现在追究战败的责任，我军没有战败，太狂妄了。这次是我第5次在长城外用兵了。这次难呐，因为关外这些部族知道咱们是要决战，联合起来了。好啊，我还怕东一摊西一摊，打了就跑，耗时日久。现在我们遇到这点难题，是天气造成的，不是指挥失误。倒是你，在军中散布退兵言论，是何居心？爷爷，叫皇上。这里边哪个是你爷爷？攻三峡口，你当先锋。输了回来，我先斩你。去吧。领兵。阿鲁台上个月就保证要断了明军的粮道，到今天还没有做到。派人去问问。阿鲁台的大汗派使者来了，说明军的骑兵在到处找他们，他们的人劈一个少一个，照这样下去，阿鲁台一部就完了。完了就完了。他们的使者还在吗？在。叶谦，哎，去把他们砍了。是。看什么？诸位喝茶。马哈木，你这个混血的杂种，你怎么可以杀害阿鲁台的使者？是。胆子！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公主呢！凭什么？这不是黄金家族的时代。这片高原上那么多部落，当年歃血为盟，发誓要守在这儿。如今他们不尽力，我杀了他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若是我不尽力，你们也一样杀了我。我们只推选你指挥打仗，不是让你想杀谁就杀谁。对呀，凭什么杀人？照这样下去，仗还没打完，在这里牧民的尸骨就会堆得像山一样。那你们就去投降吧。你们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要是我没算错的话，攻打三峡口是最艰苦的一仗，明军一定会全力以赴守住三峡口。这场仗我一定要赢。你们不总是说瓦剌不出力吗？三峡口前军的部队全用瓦剌骑兵，你们遏制住中间的道路，主力潜伏在明军左右2翼。只要我耗尽明军的士气，我们一路压上，彻底击溃。他们号称精兵60万，我看也不过30万有余。得失成败，在此一战。
爷爷，您去睡会儿吧，老这么熬也不行啊。攻打三峡口，你就不要参加了。我留1万主力给你，万一我们败了呢？你过沃南河，继续往西走。只要一下雪，明军就不追了。给瓦剌保留血脉。爷爷，咱们会输吗？你应该问，会赢吗？想赢，我们死绝了也做不到。他口口声声要50年的和平，我们也想要，可打不疼他，就没法和平。叶谦，不要上战场，给瓦剌保留血脉。听说你跟皇上吵起来了，我觉得你说的对啊，你不能就这么一生气就跑到前锋营去卖命，你得说服皇上让他退兵。三峡口绝对是马哈木为明军选好的战场，我们不能靠武力硬攻，用兵打仗知进也得知退。皇上现在一生气，让人牵着鼻子走。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，也许只有我死在三峡口，他才会知道退兵是最好的选择。闪开！出发！你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马哈木已经把我们的办法学回来了，他会死守三峡口，拖垮我们。你要说服他，说服他。兵部为大军东移筹备更换师，还提什么更换东移呀？难道这场仗真要打到下雪？他们已经连着上了4分折子，无论如何不能再留中了。我知道，不必看了，真是愁死人呐！东移要是送上去，按照皇上的脾气，就得打到明年夏天。国家的钱支撑不住啊！既然战事不利，那就应该早一点撤退。其实完全可以不用顾及皇上的心情，就直说也无妨。不利？怎么不利呀？你听谁说的？太子爷，我帮您代笔批折子，就光这1个月的时间，从全国各地调过来的风寒散、金疮膏，少说也有好几百车。如果说战事顺利的话，你闭嘴！我是真的身体不好，又不愿意求别人，才让你来代笔的。你记住，这里的事，出了这个门，就都要忘记。要是传出去，都会惹祸。记住，知道的不说，不知道的不问。明白。哎，老二、老三家那2个不放过我，专100个点子打听。这要是碰到胡善祥，还能帮我抵挡几句。赶上那位孙小姐，那闷嘴葫芦一个不开枪，横竖都得我自己受着。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可避的？来来来，你坐着，坐着。你说吧，让我帮你什么忙？他们说呀，是要打听前线的状况，还说兵部和内阁都调到太子府去了，这太子府啊成了小朝廷了，这颠三倒四的。我今儿跟他们说规矩，明儿说规矩，那总有说不下去的一天啊。我不是教过你吗？啊，你就跟他们说，
要想知道国家的军机大事，直接张嘴要求，不行让他们直接来问我，看他们谁敢接话，反了他们了。他们要是下一次再来，就会敢了。嗯？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太子爷您的健康。太医院人多嘴杂，想要保密也很难。这几份折子是兵部每次往关外运粮食辎重部队的将领写的。这一份是吏部提交兵部将领升迁存档，里面开具了3代和现在的职务。我无意间对照了一下，辎重部队的几员主官大将都是汉王的旧部，所以辎重部队的往返和前线的战况，他们应该是知道的。他们还要旁敲侧击，为的就是知道太子爷您的身体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你说的很对，杨士奇就是怕我得病的消息传出去，我一倒下，老二老三的野心就会起来了。现在正是打仗的关口，你们要是传出去一点风声，这国家就乱了。到时候，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们。嗯，我去看一下太子爷您的药。太医说了，要你养神。你万一有个闪失，那国家乱不乱我不管。我和儿子先被你坑了。你为了我们俩，也得听太医的话呀。我要是不为了你和儿子，我何必在这儿拼命呢？儿子在前面拼，我在后边顶着。篱笆扎得紧，野狗才进不来。稍有疏忽，就会大乱。而且，现在国家的精锐全都在关外。要出事，就不是小事。这些国家的机密，你知道了，更会害怕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啊，你别问了。太子府那么多文员抄手，你怎么不用啊？你知道哪个是老二的人呐？哦，太孙嫔学我签字学得很像，最有劲。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
皇上，让先锋部队撤回来吧，这么打下去，会耗死人的。怕死吗？太孙在先锋部队里，只有战死的朱家人没有逃回来的。五军营压上！五军营，中军压上！